李长寿温声道：接引师说，您可还有其他要问的？接引圣人发问：你为何要坏我西风机缘，杀我西风弟子，夺我西风宝塔？此事其实与小神身后各位师兄师姐无关他们前来助阵是因为与小神的交情，小神不可连累他们。此话一出，多宝赵公明立刻就要开口，却被李长寿背后的手势稳住。接引师说，小神出身人教，得大法师师兄赏识，引入兜率宫中，又得老师喜爱，传授我太清大道。但是小神还有一个身份，是天庭3阶正神，是玉帝陛下立下的特使。师叔的西方教有圣人弟子为祸3000，造香火神国，对凡尘生灵影响颇重，天道运转受其拖累。此地轮回塔便是为巩固香火神国所用。小神正奉陛下之命，于3000世界中耕耘反香火神国仙道联盟，故此事不能不管，也不得不管，所以有了此时这般情形。小神以为，但凡维护香火神国者，就是干扰天道，便是天庭之敌。言罢，李长寿静静而立。接引圣人问：此地轮回宝塔之事，何人能与长庚解释？老师，地藏站了出来。弟子曾在3000世界游历，见3000世界与洪荒天地相隔甚远，无数魂魄尚未能来地府报道，就已化作幽魂，故弟子提议建这轮回宝塔，为天地苍生祭。接引轻轻抬手，地藏会意，转身看向了李长寿。二人眼中光芒闪烁，周遭宛若飘过道道旋风，却是将此地众圣人弟子的风采都压了下去。地藏向前酷酷地迈出半地藏扭头瞪着自己的脚后跟，那谛听的身体缩小了一大半，此刻咬着地藏的道袍后摆，心底一阵着急传声：别去啊，主人，你不是水神的对手，一会儿还要被推出去背罪。这已是我最后的机会。地藏心底传声骂道：此时我要不站出来，还指望其他人站出来不成？他们一个个见到功劳冲得最快，平日里就知勾心斗角。李长寿看脸谛听，谛听哆嗦了2下，立刻松开了地藏的道袍，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李长寿拱手，地藏含笑点头。道友所说香火神国与轮回塔，其实并非一件事。贫道不知道友在哪儿听到这般谣传，我西方立轮回塔，便是为了天地。道友，我平心而论，若无彼此立场，我也愿与你主茶对饮。李长寿突然如此一说，趁着地藏目露思索，抢过话头：那道友可否解释丰都城为何在此时遭袭？此事贫道并不知晓，地府厉鬼作祟，这般情形此前似乎也发生过几次。既如此，轮回塔为何选择此地？而我此前质问时，道友并未言说这些。此前水神咄咄逼人，我等都以为道门是为了窥伺我西方教机缘而来。地藏目光扫过李长寿身后的这些道门弟子，笑容颇为自信。反倒是长庚道友混淆视听，蒙骗圣人老爷，让此地爆发大战，害我教10数性命，这又该如何算呢？道友不必岔开话题，你我尚未辩论清轮回塔之事。此时6道轮回盘处有厉鬼作祟，血海之上人族魂魄数之不清，轮回塔已是建成，就差得天道认可。道友莫非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巧合吗？你说我蒙骗圣人，道友，是你在愚弄圣人才对。地藏的眉头轻皱，两人目光相对，战意跃然。地藏心念急转，回击：道友，这些魂魄你可有凭证说是我西方教放的？哎呦去，接引一来，这是激活了地藏的隐藏属性，确实比此前难对付许多啊。太乙真人嗤的一笑：嘿，这位地藏道友，凭证2个字张口就来啊。
那贫道今日炖了你的坐骑，只要把你坐骑处置干净，不留凭证，就可以否认此事了。谛听闻言哆嗦几下，满眼的求生欲。西方教立刻有老道回声：地藏师弟所说不错，你们如何证明这些魂魄是我们西方所放？地藏眉头紧皱，眼底划过了少许厌烦，却并未多表示什么。多宝道人叹道：要这么论下去，还不如让我公明师弟出手。哈哈，那今日贫道可就要躺下了。西方教半数圣人弟子顿时如临大敌，元始天尊在上方再次开口：接引道兄，莫要让你的弟子胡搅蛮缠。如今哪怕天机被锁，你我违背天道之意推演一番，还不知发生了何事吗？道兄，你我今日既已现身，便是为了解决此事。既然辩不出什么，我西方愿与天庭一同执掌轮回塔，将血海之上的魂魄送入轮回，如何？师叔。李长寿突然抬头：我有凭证。接引道人皱眉看向李长寿，李长寿却低头避开对方眼神，做了一个道揖：小神突然出声，冒犯师叔之处还请海涵。小神有凭证，且凭证就在此地。长庚讲来。元始天尊不由笑眯了眼，这位中年道者此时看李长寿是越看越喜欢。李长寿轻轻吸了一口气，在怀中拿出了8枚玉符，在面前排成8卦方位，散出一股股云雾，凝成了3000世界与5部洲的缩略地图。其上闪烁红光的，便是西方教在3000世界中已建起的香火神国；其上闪烁蓝色光芒的，是西方教占据绝对上风，正在搭建的香火神国。小神的凭证其一，就是将血海之上的凡人拉去地府望乡台前，显一显他们的家乡，看看是否来自于这些香火神国。李长寿此言一出，地藏眉头紧皱，有诈呀！这话听得很有道理，但其内必有诈，只是哪里有诈，地藏一时也想不出来。凭证其二，小神曾在3000多名垂垂暮已、寿元将近的凡人老者魂魄做了标记，各位请看。李长寿指着地图的一点，此地正闪烁着七彩光华。此前这些魂魄都未来地府报道，但是此时却在血海之上。西方教如何辩驳？西方教一片漠然，云霄若有所思，嘴角划过淡淡的笑意，注视着李长寿此刻无比挺拔的背影，目中岁月静好，心底一片晴天。此时李长寿面前的地藏像是抓到了重点，心底灵光一闪，立刻开口：水神，你这2个凭证是我们做的，又怎么样？接引脚下一位老道叹道：水神，我等只是将这些魂魄暂留，用香火功德滋润，与他们也是一件好事儿。但有件事贫道须得提醒水神，此地80%的魂魄最短都已存留超过数百年，他们少了香火功德滋润，7日之后便会自身崩解，那真灵也会归于虚无。我家老师一言说愿与天庭一同执掌轮回宝塔，水神为何还要咄咄相逼？地藏突然仰头大笑，说话的那名老道眉头紧皱：地藏师弟啊，他在用诈，水神他在诈你们。地藏忽然转身，一手指着那老道，禁不住破口大骂：那些魂魄去望乡台前，他能看出自己故乡之景，还能知道这景是在何处何地。他们只是凡人，一辈子走不出方圆千里之地。水神修行不过数百年，他去3000世界不过是最近10几20年之事，能去何处，能做何事？你们满盘皆输。满盘皆输啊！那老道皱眉：地藏师弟，
水神做事历来周全，我要逞强，丢咱们老师面皮。不少西方弟子看向地藏，面色尽有些不善。地藏苦笑着摇摇头，对着不知何时已经闭上双眼的接引做了一个道揖，言道：弟子甘愿领罚。而后转身注视着此刻带着淡淡微笑的李长寿，低声道：水神，我西方只是想拿回一些气运，是想多一些筹码。大劫落下，教内不少人慌了心神，想多积累些功德，所以酿成了凡尘惨剧。此事我教内会一一查证，给天庭一个说法。上次后土娘娘为七情所困，西方教也曾借香火神国之力汇聚众生之念，助大德后土寻回自我。还请水神对待我西方教时少些道门立场，多几分公正。李长寿心底松了一口气，知道今日之事已是己方赢了。太乙真人笑道：地藏道友也是挺不容易啊。地藏转过身，有些萧瑟地走去西方教圣人弟子的边缘，目中神光渐渐退却。这是离着斗赢最近的一次了吧？罢了。那名刚才送出助攻的老道，此刻也总算是回过神来，但是出来混的都讲究过面皮，尤其是刚才被地藏指着鼻子骂，此时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这老道向前半步，转身对着接引圣人做道揖：老师，地藏你未免太过。够了。接引淡然道。那老道目中不甘，感受着周遭几道目光，这些目光仿佛是在奚落他，低声又道：老师，弟子一心为西方大兴。啪的一下，一声响亮的耳光，接引袖袍鼓动，这老道身形横飞了出去，撞在轮回塔的地基上，狼狈摔落在地。接引缓缓一叹，注视着李长寿，淡然道：天庭当真想要辞他？言下之意就是要给西方回点本了。虽不知大劫为何，但稍后的大劫之中，小神可以做主，给西方教生死之人6个5阶辅神之名额，以救其元神。之所以是6个，是因此处被打杀了元神的便是6位圣人弟子，但到时要救谁，当由玉帝陛下决断。西方教一人道：此不过是弥补今日你之过失。此前小神捡了一把宝旗，愿以这把混沌青莲莲叶化作的宝旗交换那一颗定海神珠。接引微微摇头，屈指一弹，那颗定海神珠落在赵公明的面前，物归原主。赵公明做了一个道揖，将青莲宝色旗用仙力推出去。李长寿半路让涂老大收回了旗上的阴阳二气。李长寿又道：既如此，天庭愿用功德宝财换这一座轮回塔。此功德宝财有多少，需玉帝陛下决断，但小生可以许诺，绝对能抵这轮回宝塔的价值。接引道人缓缓点头，看向元始天尊：此地交给他们处置便是。道兄，你我不如去混沌海中劝劝他们。善。2位圣人之影随着这一声话语悠然消失不见，赶去混沌海中劝架去了。李长寿此刻才舒了一口气，扭头对云霄露出几分微笑。二人四目相对，一切都在不言。尔敢！金灵圣母突然一声轻喝，身形化作金光，直冲轮回宝塔。而轮回宝塔处，那刚才被圣人掌掴倒在宝塔底部的老道，眉心灰气环绕，奋力一掌砸在宝塔底部，定声骂道：贫道便是毁了这座亲手炼制的宝塔，也绝不便宜了你道门。轰的一下，宝塔底座震颤，顶层的一颗宝珠却在重重禁制的保护之下，有些诡异的直接破碎。李长寿转身时，所见不过金灵圣母打出的剑光和西方教众高手出手阻拦的光影，以及那老道额头一点尚未消散的灰气。大劫劫运，天道何以至此？血海之下，
数道流光来回穿梭，将一头头血海凶兽碾成粉末。大批修罗族聚集在各处，朝着血海之外张望着，此时也不敢向外露头。多宝道人、赵公明、金陵圣母、云霄仙子、玉鼎真人5位高手的气息威压整个血海，但凡发现有修罗族高手靠近，一应喝退，或者是直接打杀。血海边缘，李长寿盘坐在一朵云上，一点小忧愁，一点小烦忧。他面前的是一座3丈高的宝塔，宝塔还是360层，但是此刻已经是暗淡无光，底座出现了道道裂缝。身下是那大片大片如春日柳絮般的虚影，茫然无措，灵光失却，只剩不足7日光景。应该说他们比柳絮还要脆弱。正如那丧了心失了志的西方教老道所言，这里的这些魂魄足足80%都撑不过7日，而因多年拖延，真灵若无生灵之力滋养，也即将破碎。轮回是他们唯一的活路。此时这条路摆在李长寿面前，却已经是断了大半。还好血海虽然是无权汇流地，且浊之力都有向下沉的趋势，此刻对魂魄并无太多危害。